嫂带镜子的话筒拿了塞片片。接着咱们接着说《邪恶之花》7、8集，遥想上期真是惊心动魄。小白遭遇司机绑架加拷问，幸亏白嫂及时赶到，才保住性命。随后血肉昏迷的小白无法自控，在白嫂面前直接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，就是涉嫌杀人的在逃犯小黑。除此之外，连环杀人案又有新转折，黑爸的帮凶竟然一直逍遥法外。小白要找出帮凶，白嫂要调查小白，夫妻俩能否殊途同归，一步步接近真相呢？正片马上开始。白嫂不想引起小白的怀疑，她表面上和小白一如既往的亲密，夫妻之间该干的事一件没少干。真就把狗骗进了杀。小白对白嫂的想法一无所知，昨晚2口子亲热完，今天老婆就送了新手表给自己，他高兴还来不及。早饭时间，白嫂告诉小白，她之前敲开地下室的锁是想找女儿的学步车，小白也没怀疑，抽空又给地下室按了新锁。另一头，记者也没闲着，他录下小视频，对外公开了帮凶的威胁录音，以及和目击证人清洁工大姐的对话。视频一经上传，迅速引爆网络，记者一下子成了正道的光，粉丝蹭蹭往上涨，街头巷尾的吃瓜群众都在议论当年的连环杀人案。而白嫂看到视频之后，清洁工描述的绑架现场在她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。2002年5月12日凌晨2点，清洁工开车追尾黑爸的 SUV， 驾车的正是帮凶。清洁工下车和帮凶道歉，可对方全副武装，清洁工根本看不清帮凶长什么样。他是酒驾肇事，所以不想走保险，最好直接私了。而帮凶想借此留下清洁工的联系方式，就急切的想要离开。清洁工觉得美叔应该是想逃跑，但帮凶立刻下车，把美叔拖回了车内。清洁工大姐势单力薄，只能悄悄记下车牌号，事后报警。18年前，黑爸身为车主肯定是第一嫌疑人，但小黑可以为黑爸作证，告知警方他当晚一直和黑爸在一起。再加上清洁工事后翻供，黑爸这才被无罪释放。过往的种种累积，导致小黑在大众眼里数罪加深，先有帮黑爸脱罪，后有谋杀村长。记者更是在电视新闻中引导风向，他推测黑爸的帮凶正是小黑。这番言论轰动了全国上下，白爸、白妈和黑姐都看到了新闻。小白一在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联络记者，他想让记者换个方向报道，并说出帮凶另有其人。但连环杀案的新闻太火了，记者被众星捧月，在庆功宴上喝了大醉，哪有闲心搭理小白？既然说不通记者，小白只好去找白爸帮忙。可白爸只在乎自己的利益，非但不打算帮忙，还提出了一个更过分的条件：如果小白再陷入身份危机，就得自我流放，去一个谁也找不到他的地方。至于白嫂和女儿，白爸会替他照顾。小白没想到白爸这么绝情，无奈之下也只能答应白爸的条件。连续踢到2块铁板，小白发现求人不如求己，他抓住唯一的线索，反复听帮凶的录音，还真让他发现了其中的滑点。帮凶口中死去的人正是村长，可村长到底出了什么风头？这段录音背景里的敲击声又是什么？小白觉得耳熟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。同一时间，记者的脑子被酒精泡了一宿，刚被主编叫醒，就听着有美女点名要找他，还有这好事。记者立刻瞪大眼睛，想看清美女长啥样。大家应该还记得之前的剧情，黑姐和记者不仅是高中同学，她也是记者的初恋。虽然当初因为黑爸的事，记者选择和黑姐分手，但她单身多年，再见到老情人，内心还是老路乱撞。黑姐最近因为当年的连环杀人案一直被其他媒体跟踪，她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和记者单独谈谈。不管小黑现在在哪，她都想帮弟弟摆脱困境。可记者以为黑姐对他还有意思，直接把黑姐带回了家。小音乐一放，82年的拉菲一到，气氛就这么轰起来了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白嫂。这段时间，白嫂为查清小白的底细，也在东奔西走。她先来到儿童心理咨询中心，找到了小黑的录像资料。当时只有13岁的小黑因抑郁和攻击倾向接受治疗。录像中的小黑面对镜头，毫不避讳地承认内心杀戮的欲望，还表示他无法理解常人的喜怒哀乐，看得白嫂心惊胆战。接下来的录像更可怕，小黑对其他孩子大打出手，只因为那孩子动了他的宝贝随身听。小黑平时沉默寡言，看不出有啥问题，可一旦有人动他的随身听，小黑就会开启暴走模式。随身听里到底有什么动静，会触发小黑的狂躁开关？还记得现任妻子交给白嫂的行李吗？随身听就在行李里。白嫂把随身听找出来，播放起了里面的音乐。不好意思，放错了。虽然不是小白传，但也不是什么阳间的声音。总之，白嫂听完，马上拿着随身听去找小黑打工餐厅的主厨。他是少数见过成年小黑的人。主厨认出这是小黑的宝贝，当年他开玩笑想听听，结果差点被小黑掰断胳膊。据主厨形容，小黑只要戴上耳机，整个人就要被鬼上身一样，眼神都变了。白嫂心想，既然小黑从小到大都很在乎随身听，顿时心生一计，并且需要主厨配合。白嫂带着行李和随身听去了小白，并告诉老公，她一定要抓住小黑，让小白帮她一个忙。小白被老婆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只能点头答应。行李中除了随身听和一些衣物，还有小黑当年的手稿。白嫂嘴上请小白帮忙判断手稿的风格和哪位工艺师比较像，实际上却是在试探小白的反应。小白边翻手稿边冒冷汗，这画的还能像谁？当然像你老公我啊！但他还是淡定的告诉白嫂，手稿过于潦草，根本看不出来小黑是什么风格。白嫂不怕小白不接招，他马上实行plan B，这就和小白一起去黑爸的工作室探险。
一路上，小白好奇白嫂为啥死抓着连环杀人案不放，白嫂则分析小白，他只是想升职加薪。二人赶到黑爸的工作室，小白看到熟悉的场景，不免想起小时候的事。那时候黑爸的性情就很古怪，多亏黑姐教小黑怎么应对，才能让黑爸稍稍放过他。想到这里，小白强压着内心的焦虑，陪白嫂探索起工作室。别说，这里还真有小黑高中时的作品。可是小白欺负白嫂不懂工艺，直接说小黑手艺太粗糙，就没见过这么差的成品。白嫂不接话茬，转头又说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去看黑爸囚禁受害者的地下室。小白强忍着心悸陪白嫂下楼，当他看到原来关人的铁笼子，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随后白嫂按下了随身听的播放键，小白顿时浑身僵硬，他费力的开口问白嫂为啥突然放音乐。白嫂不以为然的告诉小白，这随身听是小黑的阴影，只要一听里面的歌声，小黑就会突然发疯。可没人知道这歌声属于谁，代表着什么，小黑又是什么时候录的，所以他就在这里放一放，找找感觉。小白已经承受不了更多的刺激了，他现在只想逃出这间地下室，可白嫂却不肯离开。他找约好主厨在这见面，主厨会带来小黑在餐厅打工期间亲手做的工艺品，还得让小白来判断一下工艺品的风格。小白要是和主厨见面，那还不直接就暴露了身份？白嫂的咄咄逼人让小白彻底失去了理智。白嫂真没想把小白逼成这样。其实刚刚白嫂约主厨见面的地点不是工作室，而是现任的葬礼。他没打算直接把事做绝，因为小白突发状况，白嫂只能放了主厨鸽子。当晚，小白以为白嫂睡着了，半夜又去找记者。他把那段记录了黑爸最终的录像还给了记者，只求记者能帮他见黑姐一面，并且继续协助他抓住当年黑爸的真正帮凶。还记得正片一开始，白嫂送给小白的新手表吗？本着刑警的职业素养，他早就给手表装了 GPS 定位。现在就算小白跑到天涯海角，白嫂照样能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小白对白嫂毫无防备，他为了得到记者的帮助，不惜亮出底牌，说出了自己从小黑变成小白的过程。整件事要从15年前说起，小黑出车祸之后就已经在白家了。他满脑的问号，为啥出车祸的是自己，真正的小白却成了植物人？这其中的原因，白爸当然不会告诉小黑。2006年，白爸刚刚升职，当上医院的科长。如果外人知道儿子出事，他就会失去现在有的一切，而改头换面对小黑来说也是唯一的出路。所以他选择答应白爸，从头到脚，从户口本到身份证，都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小白。没想到小白的经历如此曲折，记者听完又好奇地问小白，为啥好好的现在非要见黑姐？还不是因为白嫂在查连环杀人案，只有知道是谁送给黑姐那点手机链，小白才能找到帮凶，替过去的自己，也就是小黑洗白。可他会顺利见到黑姐吗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另一边，白嫂发现小白去找记者，而且大半夜的，一去就是几个小时，咋想也想不到他俩在搞什么鬼，还是准备的不够全面啊。GPS 只能定位，你再装个窃听器，不就啥都知道了吗？白嫂难受到晚上睡不着，白天办案也不忘查看小白的位置。最近有一起教唆未成年犯罪的案子，就是一些小流氓指使孩子偷窃。白嫂和狗哥接到消息，去现场抓人，白嫂负责孩子，狗哥负责流氓。可白嫂刚抓住孩子一看，这不是第一期里坠楼的胖胖吗？胖胖也认出了白嫂，赶紧逃跑。白嫂好不容易追上了他，胖胖却表现得非常自责。他说爸妈离婚都是因为他，然后就消失在了人流里。胖爸告诉白嫂，自从胖爸入狱，胖胖就变得叛逆，最近更是经常离家出走，不见人影。白嫂不禁想到自己，胖胖是因为说出了真相，才打破了家庭幸福的假象。如果他永远不戳穿小白的谎言，他们家3口是不是就会一直幸福下去？可啥幻想都抵不过狗哥的灵魂拷问。好了，狗哥别问了，就你懂得多。白嫂还没想好咋回答，组长又带回一个消息，上头决定重启对连州市连环杀人案的调查，并且想让他们专案组全权负责此案。白嫂害怕真查到自己老公头上，坚决反对组长接下重任。他先找借口说这个案子年代久远，证据模糊，又没有清晰的嫌疑人。狗狗却跃跃欲试，兴奋地提醒白嫂，咋没有嫌疑人呢？不是还有个小黑吗？说到这里，同事们都对白嫂的反应很意外。往常工作狂白嫂一听有这种大案子，肯定冲锋陷阵，比谁都积极。这回怎么打起了退堂鼓？狗哥在这动用动物的直觉，他大胆假设白嫂肯定背着他们在查别的案子，想偷偷立功。这你可就误会了，白嫂的确背着你，但查的还真是同一个案子。这时候肯定有小伙伴问了，夫妻俩都去查案，孩子咋办？平时女儿都是姥姥带，最近姥姥总有事要忙，白妈就承担起了照顾孙女的责任。虽然和孩子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和孙女相处几天，白妈的心也逐渐被融化了，不仅把孩子带回了家，甚至还亲手喂他吃饭。但是白妈没想到白爸对她的变化非常不满，她质问白妈，亲生儿子还躺在床上不省人事，你怎么能对外人的孩子这么好？可白妈却因为家里有饭菜的香味，感到了久违的温暖。白妈当时就爆发了，他们家是典型的丧偶式育儿，儿子从小到大的每一件事，白爸几乎都没参与过，包括儿子开车撞到小黑当晚，白爸也没帮上忙。现在白妈逐渐变成疯婆子，儿子必须当个活死人，也都是为了维持白爸在外人眼中的形象。这一巴掌扇掉了白妈的希望，她再次向白爸妥协，把孙女送回了姥姥家。与此同时，记者通知小白，他找到了黑姐，约了晚上7点在指定地点碰面。小白就为了骗白嫂，借口要和客户谈合作，偷偷去见黑姐。姐弟俩18年没见，小白倒是挺冷静，黑姐却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，抱着弟弟失声痛哭。这哭声里有想念，也有愧疚，因为村长之死，正如黑姐说的一样，
黑姐当时想拜托村长不要再给小黑做法驱邪了，可村长却要欺负黑姐，黑姐情急之下失手杀了村长。而小黑到现场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替姐姐背锅。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弟弟？觉得感动的小伙伴，请把泪目打在公屏上。回到现实中来，小白给姐姐看了她的全家福，还特别骄傲地告诉黑姐，她的女儿和妈妈性格很像，绝不是和她一样的怪物。接着，小白说起非要见黑姐的原因，因为只有黑姐在葬礼上见过帮凶，也就是那个送给她手机链的男人。白嫂啥时候跟过来的？姐弟俩竟然谁都没有察觉。而时间过去太久了，黑姐暂时想不起帮凶的模样。小白提示，这个手机链是情侣款，司机就因为手机链才误打误撞绑架了他。黑姐听到这里，突然想起白嫂前段时间还因为司机的案子找过他，不由得担心弟弟露馅。小白却坚信自己绝不会失误。接下来，黑姐问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：小白到底爱不爱白嫂？屏幕下的各位评论里，小白这种爱的方式就是我爱你，但全世界只有我自己不知道我爱你啊，不对，还有白嫂也不知道。白嫂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她失魂落魄的走回市区。女儿这时打来电话，看着女儿可爱的模样，白嫂在这一刻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他一把火烧掉了那袋行李，烧掉了对小黑来说最重要的随身听，然后在家门口等小白回来，并告诉他专案组要接手连环杀人案。这是白嫂送给小白最后的礼物，查清连环杀人案，找出帮凶，让小白能无忧无虑，一直做小白。等案的完结，他就会直面谎言，和小白离婚。小白哪知道白嫂内心的煎熬，他一门心思想找帮凶，没过几天就和姐姐在记者家聚齐，观看黑爸葬礼的录像。黑姐之所以不记得帮凶的长相，是因为那个人确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，不过他说话的声音很温柔，所以黑姐记得他说过的一些信息，当时听上去无关紧要，现在想来却处处暗藏玄机。帮凶先说他欠黑爸的人情，所以他把手机链送给黑姐，要看着熟睡的小黑告诉黑姐，小黑很可怜，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充满艰难险阻。而黑姐就是因为这句话，才把手机链送给弟弟保平安。所以帮凶18年前就想陷害小黑。后来帮凶给黑姐留下了电话号码，让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再联系他。不过当年小白一把火烧了房子，电话号码早没了。老双标了，既然无法直接联系帮凶，小白又给黑姐播了一遍录音，让她注意听背景里那一段有节奏的敲击声。小白觉得耳熟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听过。黑姐听不出所以然，小白一想，还有件事需要记者帮忙调查。他调查过司机的妻子美淑失踪的资料，资料上说美淑是因为夫妻吵架离家出走，可司机报案的理由却是失踪，这个一点该怎么解释？记者之前特意去见过司机了解情况。2002年5月9日，他们夫妻吵架，美淑的确是离家出走。3天后的5月12日晚上7点，美淑在公交站给司机打过一通电话，当时司机发生交通事故，正在住院，美淑就在赶往医院的途中和司机失去了联系。而且记者翻看18年前的新闻报道，发现受害者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这个共同点重案组也查到了，那就是7名受害者中，除了美淑之外，都没有亲人或朋友寻找过他们。因为黑爸自杀，所以18年前警方搁置了对被害人的调查，导致现在专案组没有被害人的详细信息。再看小黑当天的笔录，美淑失踪当天，黑爸和小黑人在首尔，但黑爸把车借给了帮凶。现在警方有美淑消失3天内接触过的57名人员信息，这其中必有帮凶。而小白也在思考，帮凶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，在美术从公交站到医院的路上把人绑走的。以他对黑爸的了解，黑爸肯定事先准备好了陷阱，等美术自己跳进来。可黑爸到底用什么引诱了美术，让他放着受伤住院的老公不管，去了另一个地方呢？此时专案组有了新角度，狗哥提出，如果是帮凶负责绑架，黑爸负责关押和杀人，期间需要用到黑爸的车，那么黑爸把车借给帮凶时会交接车钥匙，等帮凶送来被害者还车时又会交还车钥匙。所以说，即使小黑不是帮凶，他也很有可能见过帮凶本人。白嫂一听，得把信息通给小白呀，可怎么能自然的放出消息呢？当然是找记者了。可记者正和小白在一起呢，他只能说自己病得很严重，挂断了电话。这可咋办呢？一想到门外的白嫂会发现所有的秘密，小白就难受的快窒息了。另一头，白妈决定放过自己，也放过儿子。他们母子受尽折磨这么多年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白妈拔掉儿子的氧气罩，白爸匆匆赶回家阻止。就在气氛最焦灼的一刻，两边的情况都往预料之外的方向发展了。《邪恶之花》7、8集的剧情就到这里，旧坑没填上几个，新坑反倒更多了。真小白的苏醒是目前最大的变数，这是否意味着不管小白怎么努力，早晚都将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呢？如果大家也和我一样期待《邪恶之花》还能搞出什么事情，本期视频点赞过5000，《邪恶之花》这个大坑咱们下周接着填，拜了个拜。